室友强调精准 AA， 电费精确到没有手机充电消耗的瓦时，洗澡也精确到秒。我只能点头同意，并默默收起所有私人物品。半夜，他做饭发现没锅，气冲冲地跑来质问我，我直接指着墙上的价格标签说：“锅可以租给你，一次5块，先扫码。”搬进这间合租房的第一天，室友柳如渊端着一杯柠檬水递给我，笑得热情又体面。欢迎你啊，林婉，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接过水杯，说了声谢谢。接着，柳如烟拿出一份合租公约，郑重地放在我面前。林婉，为了我们以后能和谐相处，有些规矩我们得提前说好。我点点头，表示理解。只见公约内容的前几条还算正常，无非就是轮流打扫卫生，不能带异性回家过夜之类的。接着，我的目光就落在了篇幅最长的一条上，关于公共费用的精准平摊。柳如烟强调，水电燃气费的平摊，我们必须做到绝对公平。我这人最讨厌算糊涂账，所以每一笔开销我们都要算得清清楚楚。我当时还天真的以为这只是普通的 AA 制，直到月底，我收到了他发来的 Excel 表格，表格条目清晰，函数精准，看得我头皮发麻，因为他居然给我计算了我每晚用手机充电消耗的电费。你的手机电池是4500毫安，充电功率25瓦，充满大概要1个半小时，我查过了，大概耗电0.0375度，而且他还记录了我每次洗澡的时间，精确到秒。然后根据花洒的流速估算出我的用水量。你昨天洗了12分35秒，比前天多了2分钟，以后要注意节约用水哦。我看着这串数字，感觉自己不是在洗澡，而是在接受审查。而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有天晚上我加班赶设计搞到凌晨1点，但关键时刻却突然断电了。然后我就听到柳如烟说：“这都几点了，还不睡觉，太浪费电了。”竟然是他直接拉了电闸。我冲出去和他理论，但他却理直气壮地说：“规矩就是规矩，公平最重要。我们说好了要省电的。”我被气得浑身发抖。那一刻，我觉得他不是我的室友，而是我的狱警。后来我尝试和他沟通，但他却把合租公约拍在桌上。林婉，白纸黑字写着呢，这是我们都要遵守。你要是不想精准平摊，那你就是想占我便宜。这下我无话可说了，于是我开始默默观察他。很快我就发现了他那令人作呕的双重标准。他要求我洗澡不能超过10分钟，但他自己却能在浴室里待上40分钟。他指责我晚上充电浪费电，但他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却可以从早到晚插着电源。白天他一个人在家，客厅的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还美其名曰给房子通风去湿气。最后矛盾在周五晚上彻底爆发了。当时我刚洗完手，他突然指着卫生间的洗手液瓶子问我：“林婉，这瓶洗手液是我买的，你是不是用的太多了？我感觉你每次按的量都很大，这个要不算在公共费用里吧？你按一次给我5毛钱。”我愣在原地，看着他那张写满精明的脸，空气仿佛凝固了，但我没和他争吵，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好，回到房间后，我打开电脑，开始搜索合租纠纷的处理方式，浏览各种法律条款和案例。当月月底，他再次得意洋洋地把 Excel 账单发给我。林婉，你看这个月我们又省了不少钱呢，我算得很清楚吧，1分钱都不会错的。他以为我已经彻底被他拿捏了，但他没有看到我平静的眼眸深处有一场风暴正在酝酿。精准平摊是吗？好，那我就陪你玩到底。反击是从一个安静的周六早晨开始。这天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洗漱做饭，而是拿出了几个储物箱。接着我走进厨房，将属于我的生抽、老抽、醋、蚝油、盐和糖全部丢进了箱子里。然后是客厅，我将自己的充电线、插排、抱枕一件不留的全收回了房间。最后是卫生间，我将自己的洗发水、沐浴露、牙膏、厕纸全部搬走。我做这一切的时候动作很轻，内心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上午10点，柳如烟打着哈欠走出房间，她习惯性的走进厨房，准备做她的早午餐。但很快，厨房里传来了她疑惑的声音：“咦，酱油呢？林婉，你看到我的酱油了吗？”我平静地说：“那不是你的酱油，是我的。”柳如烟愣了一下，随即皱起眉头：“你的？那你放哪儿了？”收起来了。真是不耐烦了，你收起来干嘛？我这正要做饭呢。我一字一句地说：“酱油是我的私人物品，为了避免精准平摊的时候产生不必要的麻烦，我决定自己保管。”柳如烟的脸色瞬间僵硬了，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又找不到任何可以反驳的理由。毕竟私人物品这个概念是她最先强调的。最终她只能重重地哼了一声，转身做了个没有味道的煎蛋。吃完饭，她抱着一堆衣服去阳台洗，但当她习惯性的伸手去拿洗衣液时，却摸了个空。她一回头，只见我那瓶洗衣液换了个新位置，上面还贴了张标签，标签上面写着私人用品，禁止使用。柳如烟终于忍不住了：“林婉，你什么意思？洗衣液你也要收起来？”“对，那也是我的私人物品。”她气得脸颊涨红：“你是不是太小气了？合租有你这样的吗？”我冷笑一声，现在开始讲人情了。当初计算我通电瓦时的时候，他怎么不谈这些？于是我直接反驳：“我只是在遵守我们共同制定的合租公约。”说着，我把那份公约的复印件拿了出来，指着上面关于明确物品归属的条款说：“这里写得很清楚，为了避免纠纷，所有私人物品归个人所有，我只是严格执行而已。”柳如烟被我堵得哑口无言了，最后他狠狠地瞪我一眼，气冲冲地摔门出去了。当天下午，我看到他拎着一大袋东西回来了，有洗衣液、
酱油、盐、醋等等。只见他把那些东西重重地摔在台面上，嘴里嘀嘀咕咕地骂我神经病、小气鬼。我戴着耳机，假装没听见，因为我知道这只是我反击的第一步而已。当晚11点多，我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一阵焦躁的翻找声，接着柳如烟开始气急败坏地大吼：林婉，我的锅呢？你把我的锅藏哪儿了？林婉，我的锅呢？你把我的锅藏哪儿了？我放下手机，慢悠悠地打开房门，只见柳如烟堵在我门口质问我：你别装蒜，快说，你把我的锅弄到哪里去了？我要做饭。我平静地绕过他，走向厨房，他紧紧跟在我身后，嘴里还在不停地咒骂着。我没理会他的咆哮，而是指了指厨房墙上新贴的一张 A4 纸，那是我下午刚贴上去的。只见上面写着：私人厨房用品租赁服务，锅具5元一次，碗筷1套2元一次，菜刀3元一次，砧板3元一次，油、盐、酱、醋等调味品每种1元一次。注：一次使用时长为2小时内，超时另计，损坏需按原价赔偿。柳如烟难以置信地死死盯着那张价格表，几秒钟后，她爆发了：你疯了吧，林婉，你是不是脑子有病？用一下你的锅你还要收钱？我淡然地看着他，你不是最喜欢精准平摊吗？锅是我的私人物品，你使用了，让我的私人物品产生了磨损和消耗，自然应该支付相应的费用，这很公平，不是吗？我把他曾经的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他被我噎得说不出话了。半晌，他试图绕过我，自己去拉开橱柜门找锅，但我迅速挡在他面前，先扫码后使用。说完，我亮出了我的收款码。他伸手想推我，你给我滚开！我没有躲，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你要是敢动手，我现在就报警！你要是敢动手，我现在就报警！柳如烟的手停在了半空中，她恶狠狠地瞪着我，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最终还是掏出了他的手机，扫了我的2维码。收款到账后，我拿出我的炒锅递给他，并好心地提醒了一句：现在计时已经开始，2个小时内要还回来哦，你记得清洗干净再还回来哦，不然要加收10块清洁费哦。柳如烟一把抢过锅，没再说话。那一晚，厨房里叮咣乱响，一听就知道他很生气。我回到房间，关上门，嘴角控制不住的上扬。我知道他已经彻底掉进了我为他量身打造的游戏里了，而这个游戏才刚刚开始。第二天，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声的硝烟。柳如烟见到我就像见到瘟神，眼神里充满了怨恨和算计。我能感觉到他正在盘算着如何反击。果然，下午他就拎着一个崭新的锅回了家，还顺带买了一套碗筷和菜刀。他把那些东西重重地放在厨房里，还示威似的瞥我一眼。我毫不在意，他以为这样就能摆脱我的租赁系统，太天真了。我拿出我的标签机，不慌不忙地走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客厅的路由器上贴上了一张新标签 ：WiFi 租赁服务，1元每小时，5元每天，包月50元，可按流量计费，1元1 G。卫生间的燃气热水器上也贴了一张热水使用费，按燃气表和水表双重计费，每分钟0.5元。就连冰箱我都给它分了区，用胶带隔开了。冷藏室 A 区林婉专用，B 区柳如烟专用。如需使用 A 区空间，按1格10元1天收费。当我把最新价目表贴在客厅最显眼的墙上时，柳如烟正好从房间里出来。她看着那张琳琅满目的价格表，终于爆发了：林婉，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把这里当成便利店了吗？林婉，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把这里当成便利店了吗？我走到他面前，语气平静地说：精准平摊啊，你不是最讲究公平吗？这些东西都是我花钱买的，他们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折旧，会消耗电能。我只是为了确保我的每一分付出都能得到应有的精准的回报。他被我这套歪理堵得哑口无言了。从这天起，他开始了与我的租赁系统斗智斗勇的生活。他想用热水洗澡，但看到热水器上的价格后犹豫了半天，最后选择接冷水自己烧开。他想用微波炉热个饭，看到上面2元每次的标签后，硬是就着剩菜吃了顿冷饭。但有些东西是他无法不用的，比如 WiFi。他撑了2天，最终流量告急，只能不情不愿地给我转了50块钱，包了1个月的 WiFi。转账的时候，他的表情像是割了自己一块肉。后来他开始尝试钻空子了。有次我下班回家，闻到浴室里有我的洗发水的味道，但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蹲守。几天后，我拍到了他偷偷挤我洗发水的视频。我将视频截图，用软件精确计算出他挤出的洗发水体积，再根据洗发水的总容量和价格换算出了本次使用的费用。然后我就把截图和一张0.85元的账单一起发给了他。洗发水按毫升计费，本次使用约3毫升，合计0.85元，请于10分钟内扫码支付，逾期将产生滞纳金，每小时0.1元。柳如烟彻底崩溃了，她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事情做到这个地步，所以她没有回复我，也没有支付。于是10分钟后，我直接修改了 WiFi 密码。当天晚上，也听到他房间里传出摔东西的声音和哭声，接着他在他的朋友圈里发了一条动态：碰上一个极品室友，感觉自己住的不是家，是集中营。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下面有几个共同好友在评论里问他怎么了，而我看着那条动态，只是轻笑了一声。舆论战吗？我等着你，你已经完全进入了我的节奏，每一步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后来，在一个周末的下午，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看到柳如烟带着2个陌生的女孩站在门口，她强行挤出笑容给我介绍：林婉，
这是我的朋友小雅和小飞。小雅和小飞对我点了点头，眼神里充满了好奇和探究。我把他们让了进来，一进客厅，他们的目光立刻被墙上那张琳琅满目的价格表吸引了。两个人的表情瞬间变得非常复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尴尬。柳如烟看准时机，立刻开始了她的表演。只见她眼圈一红，开始向朋友们哭诉我的罪行。你们看，我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她指着价格表控诉，她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明码标价了。我用一下锅要5块，用一下 WiFi 要50，现在连洗个热水澡都要按分钟收费。他这不是合租，是开黑心便利店。他添油加醋地描述着我的小气和奇葩，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无情压榨的可怜的受害者。小雅和小飞听得一愣一愣的，看向我的眼神也从好奇变成了审视和一丝不赞同。我没有打断他的表演，等他说完了，我才从房间里拿出2样东西，一样是当初他让我签的那份合租公约，另一样是他计算我充电瓦时和洗澡水量的 Excel 表格打印件。我将这2份文件推到他们面前。这是柳如烟自己提倡的精准评判原则，这份公约也是他制定的。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严格执行他亲手制定的规则而已。他讲公平，我就给他绝对的公平；他要精准，我就给他极致的精准。小雅和小飞拿起那份 Excel 表格，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的计算，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恍然大悟。他们面面相觑，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小雅试图打圆场，哎呀，如烟，这可能就是个误会，大家都是朋友，合租吗？互相体谅一下就好了。小飞也劝道，是啊，如烟，你之前算的是有点太细了。林婉，你也别这样，大家各退一步，把这些标签撕了吧。我摇了摇头，态度坚决。规则就是规则，不能朝令夕改，这是柳如烟教会我的。柳如烟见朋友们不仅不帮她，反而开始劝她，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是我的朋友还是他的朋友？你们怎么能帮他说话？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是我的朋友还是他的朋友？你们怎么能帮他说话？小雅和小飞被他吼得一脸错愕。我们不是，我们只是觉得什么觉得？你们要是觉得他对，就跟他过去吧，我不需要你们这样的朋友。柳如烟彻底失控了，她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试图调解的朋友身上。最终，这场做客不欢而散。小雅和小飞被他气得摔门而去，一段友谊就此破裂。柳如烟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气得浑身发抖。求助朋友这条路被他自己堵死了，但他没有放弃。第2天，我接到了房东的电话，电话里房东的语气有些为难。小林啊，你是由柳小姐投诉你，说你在公共区域乱贴东西，搞得像个商店一样，严重破坏了合租氛围，让她没法正常生活了。我平静地对房东说，叔叔，您稍等，我给您发几张图片，您看完我们再聊。我挂掉电话，立刻将合租公约、柳如烟的 Excel 账单、我制定的价格表以及我们所有的聊天记录打包发给了房东。5分钟后，房东回了电话。小林啊，我明白了，这是你们年轻人之间的事情，你们自己商量着解决吧，只要别把房子弄坏就行。说完，他就匆匆地挂了电话。最后的外部求助失败后，柳如烟为了避免向我付钱，开始疯狂购物。她几乎把超市里所有她可能用到的东西都买了一份回来。我们合租房的公共空间成了她的私人仓库，整个房子变得杂乱不堪，拥挤的连正常走路都有些困难。她以为这样就能宣告独立，摆脱我的控制，但她忘了，她制定的规则里有一条是关于公共空间使用的。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拿着卷尺和计算器开始工作了。我测量了它堆放在公共区域的物品所占的面积，精确到平方厘米。然后我参照本市的商业仓储租金标准，给他开出了一张公共空间占用费账单。客厅0.5平方米，厨房0.8平方米，阳台0.3平方米，合计1.6平方米，按每月每平米100元计算。本月占用费为160元，请于3日内支付。他看到账单，直接炸了。林兰，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我放我自己的东西还要给你钱？我直接调出他当初计算水电费的那个 Excel 表格。我的计算方式完全参照你之前的精准平摊模式。我们合租的是整个房子的使用权，公共空间的每1平方厘米，我们都支付了1半的租金。你超额占用了属于我的那1半空间，理应支付相应的费用，这很公平。他再次被我的公平理论堵得哑口无言了。他想反驳，却发现我用的全都是他自己的逻辑。他推翻我，就等于推翻他自己，于是他只能恨恨地付了钱。后来他发现他自己为了赌气而购买的那些东西，成本远比从我这里租赁要高得多。他买的锅没我的好用，煎的鸡蛋都粘过。他买的调料很多开封后只用了1次就放在那里，眼看着就要过期了。他为了省下我的 WiFi 费，每天下班后都跑到楼下的奶茶店点一杯奶茶蹭网，结果1个月下来，奶茶费比我的网费还贵。最后他的生活开销像滚雪球一样急剧增加起来。月底我看到他对着手机里的信用卡账单发呆，脸色惨白，于是我好心的帮他算了一笔账。我把我这个月的租赁收入和他疯狂购物的开销做了一个对比。你看，如果你继续使用我的东西，这个月你只需要多花不到100块，但现在你额外支出了将近1000块，而且还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
起，生活质量也下降了。说着，我将那张对比鲜明的表格递到他面前，他看着上面的数字，眼神里流露出了恐慌，因为他建立的精准王国正在以一种精准的方式反噬他的经济，他陷入了困境，开始变得焦虑和暴躁。我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对着手机屏幕发呆，或者在房间里烦躁地走来走去。他以为他在跟我战斗，实际上他一直在跟他自己制定的那个荒谬的规则战斗，而我只是那个冷眼旁观的计分员。因为经济上的困境，柳如烟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稳定了，他开始对我进行各种挑衅，试图激怒我，让我失态，从而找到我的破绽。比如他会在我路过客厅时阴阳怪气地说：“哟，我们家的大老板回来了。”但我始终保持平静，并提醒他缴费。友情提醒：根据租赁协议 ，WiFi 将在今晚12点到期，如需续费，请提前办理。我的平静让他更加抓狂了，于是他开始升级他的骚扰行为了。半夜，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故意把音乐开得很大声，或者大声地打电话，就是为了影响我休息。但我没去和他吵，只是默默地打开手机里的分贝测试 App， 记录下噪音的时间和分贝数。第二天早上，他的门上多了一张扰民罚款通知单。根据本市相关规定，夜间制造超过规定标准的噪音属于扰民行为。昨晚23点30分至1点15分，你房间噪音持续在55到70分贝之间，严重影响他人休息，现对你处以200元罚款。通知单下面还附上了相关法律条文的截图。他看到通知单，气得撕了个粉碎。但那晚之后，他房间的噪音确实小了很多。后来他又开始尝试道德绑架了。只见他堵在卫生间门口，表情沉痛地对我说：“明晚，你真的太没有人情味了。我们是室友啊，合租不就是为了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吗？你看看你现在，把这个家搞得像个冰冷的交易所，你心里过得去吗？”我看着他，觉得有些可笑。你当初强调精准平摊，计算我充电用了多少度电的时候，人情味又在哪里？我只是在用你最推崇的标准来和你相处而已。他无言以对了，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现在他的生活完全被我的规则所支配，无处可逃了。他内心的防线正在一点点崩溃，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但那可笑的自尊心又让他拉不下脸来承认错误。他在这种自我矛盾和外部压力的双重折磨下，终于做出了更出格的举动。他开始偷偷破坏我的租赁物品了。有一次我收回租给他的锅时，发现锅底有一道明显的划痕，而我在出租任何物品之前，都会在不显眼的地方做好标记，并拍下360度无死角的照片作为存档。于是我立刻调出存档照片，和现在的锅进行对比，将证据固定下来。然后我拿着损坏的锅和证据照片找到了他。根据租赁协议，物品损坏需按原价赔偿。这个锅购买价格是199元。说着，我给他发去了我的购买凭证截图。另外，蓄意破坏他人财物属于违约行为，需支付50%的违约金，合计298.5元，请支付。他看着我的证据链，彻底傻眼了，只能徒劳地做最后的挣扎。我没有，不是我弄的。我没有和他争辩，只是平静地告诉他，如果你拒绝赔偿，我会把证据提交给我们的房东，并且报警处理，你自己选择。最终他还是不情不愿地把钱转给了我。那一刻，我从他眼中看到了真正的恐惧。他终于意识到，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而是一个冷静、缜密，并且会用规则将他逼入绝境的对手。他的精神在自己亲手打造的规则牢笼里，被一寸寸地折磨着，慢慢走向崩溃的边缘了。但让我想不到的是，我这套私人用品租赁服务竟然以一种荒诞的方式出圈了。起因是我一个朋友来我家找我，看到我墙上那张蔚为壮观的价格表后，他觉得又心情好笑，就拍了张照片发到了朋友圈，配文：我朋友真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商业奇才，竟把合租房干成了共享经济示范点。然后这条朋友圈就火了，下面一堆人评论太牛了，求全套价目表，室友还缺吗？想去体验一下付费服务。甚至还有几个朋友真的开玩笑般跑来我家打卡，对着价格表拍照留念，然后扫码租了一双我的筷子吃我点的外卖。于是我的租赁业务就这么名声大噪了。我索性将我每天的额外租赁收入用一个透明的储钱罐装着，放在了客厅的鞋柜上。随着时间流逝，储钱罐里的硬币和零钱越来越多了。柳如烟每次出门或回家都能看到那个罐子，她眼里的嫉妒和怨恨几乎要化为实质了。后来她也尝试模仿我，她也打印了一张价格表贴在她的房门上，出租她新买的那些质量参差不齐的锅碗瓢盆，但却根本无人问津。来我家的朋友们只会把她的价格表当成一个笑话看，这让她更加难堪了。而我还嫌不够，又在我的价格表下面用红笔加了一行告示：本店服务宗旨，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概不赊账，概不退换，最终解释权归林婉所有。这个针对性十足的告示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他的脸上。而因为前期的疯狂购物，柳如烟的生活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境地。没过多久，她就不得不再次向我低头了。那天晚上，她想做个番茄炒蛋，却发现自己的盐用完了。她在我房门口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敲响了我的门。那个林婉，你的盐能
租我用一下吗？他说出租这个字的时候，声音小得像蚊子哼。我打开门，脸上带着职业化的微笑。可以，调味品1元1次。他拿出手机，手指颤抖地扫了我的二维码。那一刻，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屈辱和不甘。而随着时间流逝，这种被迫低头的时刻越来越多了。他的洗发水用完了，不得不租我的；他的厕纸用完了，不得不租我的。他甚至有一次洗澡洗到一半，发现停水了，而我房间里有备用的大桶矿泉水，他也只能穿着浴袍，狼狈地出来向我租赁清水。每一次扫码支付，都是一次对他尊严的凌迟。有一次，他大概是想报复我，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用了我的浴室洗澡。他以为我不知道，但我在热水器的出水口安装了水流计时器。我一回家就看到了计时器上的异常数据，于是我直接拿着证据去找他了。热水使用15分钟，费用7.5元；沐浴露使用约10毫升，费用1.2元；洗发水使用约5毫升，费用2.1元；未经允许使用私人空间，罚款50元，合计60.8元。我把账单递给他，而他被我当场抓包，证据确凿，连狡辩的机会都没有。最后，在支付了那笔高额的罚款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都没出来。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彻底绝望了。他意识到，无论他怎么挣扎，怎么反抗，都无法逃出这个由他自己亲手设定，却被我完美执行的精准平摊的牢笼了。于是他不再只是抱怨或耍小聪明，而是开始了具有破坏性的报复。一天早上，我发现我放在阳台上的一盆绿萝叶子被掐断了好几片，花盆的边缘还有一个明显的磕碰痕迹。我知道是他干的。又过了2天，我放在客厅里的一个马克杯被不小心碰倒在地，摔了个粉碎。他假惺惺地跟我道歉，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他想激怒我，让我像他一样失控，大吵大闹，这样他就能把我拉到和他同一个水平线上，用他丰富的撒泼经验来打败我。但我没有，我只是冷静地拍下现场照片，然后从我的购物记录里找出购买凭证和商品链接，接着我将这些东西整理好，连同维修或重新购买的报价一起发给了他。绿萝维修费：更换营养土及修剪20元，花盆损伤折旧费10元，马克杯原价35元，合计赔偿65元。后面我还附上了一段文字：根据民法第1165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请你赔偿我的损失。他看到我连法律条文都搬出来了，气得直接把手机摔在了沙发上。赔你个头，不就是几十块钱的东西吗？至于吗？有本事你去告我啊，看谁更丢脸。他开始破罐子破摔了，但我真的去咨询了一位律师朋友，在那位朋友的指导下，我起草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律师函，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了他的公司邮箱和个人邮箱。律师函的到来彻底炸懵了柳如烟，他大概从来没想过合租室友之间的这点破事竟然真的会上升到法律层面，他开始害怕了。于是那天晚上，他第一次主动找我求和了。明晚，你没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吧？我们好好谈谈。我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现在想谈了，晚了，你要么赔偿，要么法庭上见。见我态度坚决，他又开始威胁我：你别逼我，你要是敢告我，我就把你的丑事全都捅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多么冷血变态的人。我冷笑一声：你蓄意破坏我的财物，证据确凿，已经触犯法律了。另外，如果你敢捏造事实对我进行诽谤，那么你将面临的是另一项指控。他的脸色越听越白，最后只能无奈地走了。然而，我还是低估了他被逼到绝境后的恶毒。有天周末，我点了一份麻辣烫外卖，外卖送到后，我因为接到一个工作电话，就先把外卖放在了客厅的桌上。等我打完电话准备去吃的时候，忽然闻到那碗麻辣烫里有一股极其微弱的、类似消毒水的奇怪味道。我的心猛地一沉，一个可怕的念头窜了上来。我没有声张，假装什么都没发现，将那份外卖原封不动地收进了卧室。然后我立刻下单了一个伪装成路由器的高清摄像头，安装在了客厅里。2天后，我不依又点了一次外卖，并再次将它放在客厅。然后我躲进房间，通过手机实时监控客厅画面。只见在监控里，柳如烟鬼鬼祟祟地从房间里出来，确认我不在客厅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透明瓶子，将里面的液体滴了几滴到我的外卖汤里。我看着监控，浑身的血液都仿佛凝固了，后怕和愤怒死死地攥住了我的心脏。我没想到他竟然会恶毒到这种地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合租矛盾了，这是犯罪。我冷静地保存好这段视频，知道这场荒诞的战争该结束了。后来，我拿着那份被他加料的外卖，连同我录下的视频证据，直接去了最近的派出所。由于性质严重，警方立刻立了案。当天下午，正在公司上班的柳如烟就被2名警察带走了。到了派出所，他一开始还想狡辩，他声称自己只是跟我开个玩笑，滴的是维生素液。但当警察将检测报告摆在他面前后，他崩溃了，痛哭流涕地承认了自己因为嫉妒和怨恨，想给我一个教训。第2天，他父母找到了我租住的地方，他们一见到我就向我道歉，请求我原谅他们的女儿。小莲啊，是我们没教育好孩子，他就是一时糊涂，求求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吧，我们愿意赔偿你所有的损失，我们都赔。我坚定地拒绝了。阿姨，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犯罪。当初他跟我强调规则就是规则，现在我也想告诉他，法律就是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父亲见求情不成，开始试图用金钱来解决问题。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想塞给我。小林，这里是5万块钱，你拿着，就当是我们替孩子给你赔罪了。
只要你愿意签一份谅解书，我们什么都愿意做。我后退一步，避开了他的手。叔叔，请您收回去。如果我今天收了这笔钱，那我跟他又有什么区别？我坚持了这么久的原则，不是为了最后用金钱来和解的。我的态度让他的父母感到了绝望，他们在我家里坐了很久，最终还是无奈的离开了。后来，柳如烟被公司辞退了，我也正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我提交了所有的证据，从第一份 Excel 账单到墙上的价格表，再到他破坏我物品的照片，以及最后那段致命的投毒视频，证据链完整而清晰。柳如烟终于尝到了精准平摊的真正滋味，只不过这一次为他计算账单的是法律，他将为自己的极端自私和恶毒付出他无法承受的沉重代价。这一刻，我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我捍卫的不是金钱，而是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本该拥有的尊严和边界。法院的判决很快就下来了，柳如烟因故意伤人未遂罪和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需要赔偿我所有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费，共计3万元。现在柳如烟的经济状况已经彻底崩溃了，她的工作丢了，名声毁了，还要承担这笔不小的赔偿。我听说她的父母为了给她凑赔偿款，把农村的房子给卖了。我收到赔偿款没几天，她就从合租房里搬走了。她走的那天，我正好在家，她没有请搬家公司，是她的父母过来帮她收拾的。她低着头，全程没有看我一眼，也没有说一句话。她离开的时候，脸色灰败，眼神空洞，像一个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曾经那个精于算计、盛气凌人的柳如烟彻底消失了。她狼狈不堪地离开了这个她曾想用规则掌控一切的地方，没有告别，只有沉默。他走后，我花了1个下午的时间将家里彻底打扫了一遍。我撕掉了墙上的价格标签，将那些租赁物品全部归位。然后我看着银行卡里收到的那笔赔偿款，取出其中一部分，以柳如烟的名义捐给了一个反校园霸凌的公益组织。我还在复言里写道：我要感谢一位特殊的朋友，他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让我明白了规则与边界的重要性。剩下的钱，我给自己买了一张去云南的机票。我需要一场旅行来告别这段压抑的过去。1个月后，新室友搬了进来，她是个很爱笑的女孩，叫苏晴。我跟她说，在我们这里，我们需要互相信任和尊重。苏晴听了，露出了理解和赞同的笑容。后来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们会一起做饭，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影，一起分担家务。我的生活重新回归了平静，甚至比以前更加美好。但我的内心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坚定了。几年后，我偶尔还是会想起柳如烟，但想起她的时候，心里不再是恨，而是一种警醒。她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中自私和偏执的可怕，也时刻提醒着我，永远不要成为那样的人。后来，我将这段经历整理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了网上。文章的结尾，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规则是保护我们不受伤害的底线，但人情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温暖的温度。当有人试图用所谓的规则来剥夺你的温度时，请你一定要记得，你同样可以用规则来捍卫温度，甚至用它来构建一个更坚固、更公平的堡垒。这篇文章火了，而我的生活也早已步入正轨。工作上，我因为一个出色的项目获得了晋升；生活中，我和新室友苏晴成了很好的朋友。这个由精准平摊开始的故事，最终彻底结束了。它让我彻底明白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只是数字上的绝对对等，它更是一种情感上的互相尊重和价值上的彼此认同。